第一次见到这么倒霉的穿越勇者，跟别人一起穿过去也就算了，结果人家成了真正的勇者，国王的座上宾，自己却因为面板素质太菜被放逐魔物森林。巴纳萨是因为奴隶商人，在原本的世界里，他对受歧视的亚人也非常友好，梦想就是各种族能打破隔阂，好好相处。结果刚说完就被召唤到了另一个世界，还没睁开眼睛就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第198名勇者候补召唤成功，周围围了一圈魔法师，领头的老头告诉他，这里是库莱洛德魔法国，为了应付常年来与魔王军之间的斗争，他们遵循古老的传承，从异世界召唤足以成为勇者之人。说完，就有一个狗头女仆拿上了一枚水晶，把手放上去就可以测试能力值。按理说，每一个勇者候补都会有神手天赋，结果巴纳萨不仅没有，连其他能力值都极其普通。巴纳萨本来就不想成为什么勇者，只想这群人赶紧把自己送回原来的世界。突然，隔壁传来惊呼声，原来那里也刚刚召唤过来一个异世之人，而且面板属性全是999。金毛看到巴纳萨的面板，更是歪嘴一笑，看来自己就是传说中的人生赢家了。所有人都集中到了金毛那边，女仆们也是迫不及待的去通知国王，巴纳萨就这样被抛弃了。在国王为金毛举行受封仪式的时候，巴纳萨被撵出了皇宫，因为召唤他所使用的转移门已经关闭，没办法把他送回去了。但是作为补偿，国王允许他定居于北方的戴拉贝扎森林，在这个世界生活，并且必须保守自己是从异世界来的这个秘密。好在巴纳萨是个社牛，在路上的时候就跑去跟赶车的蜥蜴人搭话，从蜥蜴人那里得知，这个国家是不分人族或者亚人族的，亚人也不会像巴纳萨原本生活的世界那样受到歧视，这让巴纳萨觉得这个世界或许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糟糕。就这样过去了20天，他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蜥蜴人把巴纳萨放到森林边缘后，给了他一个魔法袋，里面装着能让他暂时过活的钱和食物。而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蜥蜴人对巴纳萨也产生了一些善意，好心提醒他，如果不想死的话，还是赶紧逃离这里吧，因为这附近有魔王军。话虽这么说，巴纳萨也不知道该逃到哪儿去。他先看了一下魔法袋里的东西，掏出了一把看起来非常华丽的武器，尝试砍了3只史莱姆，结果砍完剑就碎了，但他的等级也提升了一级。万万没想到，升到2级之后，他的面板属性值高到离谱，所有属性全是正无穷。紧接着跳出来一个可以语音介绍的系统面板，伴随等级上升，巴萨纳还觉醒了一系列魔法。除此之外，系统还告诉他，魔法袋被施加了探索所在位置以及引用魔物等魔法，所以史莱姆才会攻击他。再加上武器不能用，很明显那个国王是想让他赶紧去死啊！好在他现在可以强制解除被施加的魔法，解除完后打算去森林里避一避，又被系统提醒这片森林受到了高浓度魔素污染。所谓的魔素是指魔族制造与散布的液体及气体的统称，会对人族造成重度危害。巴纳萨就用了1/3的魔力将里面的魔术给净化了一下，这一发大净化术又让他的等级提升了，光是等级提升的通知就差点把他退出去。与此同时，皇宫里的大公主正在批判父亲对那位勇者候补的残忍做法。这时，一个大臣过来汇报说，在北方森林那边确认到了最高级的神圣魔法净化魔法的发动痕迹，可他们派出的金毛勇者是带兵去了南方啊！巴纳萨对皇宫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正看着自己367级发愣，啥也没干，怎么300多级了？难道这个世界只要使用魔法就能升级吗？老这么弹出通知太烦人了，他就把升级通知给关了。紧接着，刚刚消耗的魔力迅速回满，接下来就要思考该去哪儿怎么办了。他被禁止居住在城镇里，系统提醒他可以更改外观，甚至连性别都可以更换，瞬间变成了大胸姐姐。可惜巴纳萨是要开后宫的人，变成大胸姐姐还怎么开后宫？最终只是改变了外貌，然后瞬移到了附近的城镇，还尝试了一下能不能瞬移回自己原本的世界，可惜无事发生，看来只能先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了。那么首要任务就是赚钱，他先去冒险者工会注册成为了冒险者，正在纠结接什么任务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小女孩不停地向冒险者们搭话，希望他们护送自己去北方森林，但大家都知道那边有魔王军的前线基地，给再多钱也不愿意去。感觉小女孩可怜巴巴的，巴纳萨就主动上前搭话，说自己可以用转移魔法送她过去。一听到这小子居然会转移魔法，这么高级的魔法，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他，把巴纳萨给整不会了。难道转移魔法不是初阶魔法吗？很明显，他并不知道自己现在有多么厉害。而这句话也给他带来一个麻烦，一对美少女冒险者走了过来，直言他看起来并不像那种会使用转移魔法的高级魔法师，质问他要拐骗这个小女孩去哪里。巴纳萨为了不引起骚动，赶紧表示也可以带他们一起去，接着将几人带到了小巷子里。施术转移魔法一下子把他们带到了北方森林边缘。小队的魔法师对他来了兴趣，问他是不是最高级的魔导士。巴纳萨下意识的否认，没有啦，我只是会一
点点魔法的新手冒险者。这些冒险者看的是真有实力，也纷纷向他道歉。那个小萝莉却有些疑惑，森林里的魔素怎么消失不见了？巴纳萨刚想告诉他是被自己给净化了，系统就提示最好不要把这事说出来。紧接着，美少女就拔出剑对准小萝莉，其他人也摆出了时刻准备战斗的架势。原来他们是故意跟着过来的。早在几天前，这支小队就收到了工会通报，是有个可疑的少女在招募前往北方森林的同行者，居然说想去有魔王军的森林，这不就等于在宣布自己很可疑吗？白毛小萝莉见状干脆不装了，瞬间就变成了一头魔兽。原来她是魔王军4天王芬格利尔的妹妹芬里斯。说完之后就开始释放魔素，冒险者们受到魔素影响瘫软在地，只有巴纳萨跟没事人一样。芬里斯就打算先解决掉其他人，说着直接朝黄毛扑去。巴纳萨赶紧抱着美少女躲开，先用转移魔法将4人移走，自己留下来跟这头魔狼对战。刚好他也想测试一下之前获得的那些魔法，直接给系统下令，我要把每个会用的魔法都试一遍。用了几个没什么攻击力的魔法之后，巴纳萨用重力魔法将魔狼压倒在地。现在正是束缚他的好时机，系统推荐可以使用奴隶化魔法，可以支配对方并控制其思考与行动。巴纳萨想起了前世那些可怜的亚人，说什么也不愿意用这个魔法。由于之间对方已经快要挣脱了，系统不厌其烦的一遍遍推荐奴隶魔法，巴纳萨也一遍遍拒绝，他绝对接受不了这种事情。万万没想到，芬里斯还没挣脱出来就已经耗尽了魔力，干脆直接投降。反正无法战斗的战士只有死路一条，他已经做好了受死的准备，却听见巴纳萨说不准备杀他。人族魔族在他看来没什么区别，反正他是不会杀死主动投降的人的。一句话就把芬里斯给攻略了，瞬间变成不穿衣服的白毛兽儿娘。正人君子的巴纳萨赶紧把衣服给人披上，表示只要他以后不再和人类打斗，他想去哪里都无所谓。巴纳萨甚至打算给他点钱，结果芬里斯就因为魔力耗尽晕了过去。总不能把人丢在这种荒山野岭，巴纳萨干脆搭了个帐篷守在一旁，同时检查起了自己现在能用的魔法。芬里斯醒来后就看到那个男人可靠的背影，忍不住心动起来。自己明明具有魔法抗性，却对他束手无策，又发现自己的魔力已经完全恢复。大概是睡着的时候，巴纳萨对他施展了恢复魔法。感受到人类善意的芬里斯立即向巴纳萨发誓，自己今后绝不会无故与人族打斗，而且会把具有强大力量的巴纳萨视为主人，为他奉献生命以报大恩大德。巴纳萨当然不可能同意，万万没想到芬里斯居然以死相逼。就这样，巴纳萨来到艺伎的第一天，就收了魔王军4天王之一的妹妹作为女仆。他将自己是从另一个世界被召唤来的事告诉了芬里斯，还展现了自己原本的模样。因为不能以真面目示人，在这个世界还是个黑户，所以跟着他肯定很辛苦。芬里斯却并不在意这些，无论巴纳萨是来自哪里的什么人，他都会一辈子忠诚的与他活下去。这样的小女仆谁能顶得住？而国王和那位金毛勇者就不是很好过，勇者率领讨伐魔王军的部队居然被击溃了。面对国王的质问，他还在那里抱怨士兵不行，看到魔兽就惊慌失措，阵势大乱，丝毫不提自己在战斗时躲在队伍最后方的事情。就这还勇者呢，连辛美尔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过。军队里已经有士兵开始抱怨这个勇者了。其实勇者自己也很慌，这1个月来他明明努力修行，可是能力值一丁点儿没提升，不去想着怎么解决问题，还带着妹子跑去城里享乐。巴纳萨正忙着带芬里斯赚钱，走在街上，两人还被误会成小夫妻。芬里斯可太愿意成为巴纳萨的妻子了，毕竟拥有强大的丈夫是他们亚狼族女人的荣耀。两人甜甜蜜蜜走进了冒险者工会，先给菲林斯也注册成为了冒险者。没想到刚注册就来了个紧急任务，说是城镇北方出现了大群狂乱熊，正在往城镇前进中。冒险者们一听就慌了，那可是传闻中击溃勇者部队的魔物啊！但工会给的实在是太多了，每打到一头狂乱熊的报酬是原本的10倍。巴纳萨一听连勇者都打不过，觉得自己这种小角色肯定也不行。芬里斯却想让主人知道他有多么厉害，非得去见识一下。两人就瞬移到了城镇北边，刚准备去找狂乱熊，就听到一声尖叫。过去一看，又是上次队的冒险者。狂乱熊实在太残暴了，几人明显陷入苦战。眼看短发女战士要被熊掌一巴掌拍扁，巴纳萨和芬里斯及时出手相助，瞬间就把那几头狂乱熊给打倒了。女剑士看到巴纳萨安然无恙，也终于放心了。那天之后，他们一直担心对方。巴纳萨问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话还没说完，芬里斯身后就出现一头狂乱熊首领。但此时芬里斯正在因为巴纳萨没说她是自己的妻子而沮丧，刚好可以把怒气发泄在狂乱熊身上，吓得狂乱熊直接躺在地上装死。发现装死不行，急忙下跪。菲里斯就起了让这头狂乱熊当他们小宠物的想法。一旁的冒险者们听得心惊胆战，万万没想到巴纳萨居然真的给狂乱熊戴了个项圈，又担心他狂放的外表会吓到别人，干脆把人家变成了这种萌萌的小东西，甚至还取了个名字。这一下金毛剑士他们再次认识到巴纳萨的力量，大家也算有缘，双方互相做了个自我介绍。金毛剑士名叫巴利罗莎，是库莱洛德骑士团的骑士；短发战士名叫布罗沙姆，红发女孩是毕雷利，紫毛的魔法师是贝拉诺。他们希望巴纳萨能训练他们提升实力，因为之前勇者大人的部队遇到一群狂乱熊，直接被击溃了。勇者很生气，
气，说在足以支援他的人才准备好之前，都不会再去讨伐魔王了，然后一直躲在城堡里不出去。国王只好对骑士团下令，必须尽快锻炼到足以讨伐狂乱熊等级的魔兽的地步。他们4个人在骑士团中还只是新人，加起来也打不过一头狂乱熊。巴纳萨倒是想帮忙，可他连自己是怎么使出魔法的都不知道，根本无能为力呀。一旁的芬里斯就很生气了，这几个女人怎么这么蹬鼻子上脸？巴纳萨赶紧哄着，告诉4人，其实这个芬里斯并不是他的旅伴，而是他的妻子，他只想跟妻子悠哉悠哉的生活。芬里斯心里一下子就舒坦了，连带着几个人都顺眼了不少，表示如果巴纳萨闲着的话，指导他们一下也不是不行。当然最重要的是，芬里斯真的希望巴纳萨能够认清自己的实力，于是巴纳萨就答应了下来。几个人暂时在这小房子里住下，殊不知巴纳萨对北方森林发动净化术的事情已经被汇报给了魔王大人，一场危机正在悄然酝酿。